今天我们来聊聊股神巴菲特的故事。1929年10月是美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月，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经济事件，影响波及了所有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此后，美国和全球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霍华德和莱拉的小家也未能幸免于难。在这样的情况下，1930年8月30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就是沃伦巴菲特。从小，巴菲特就展现出来了对金钱浓厚的兴趣。他最爱的玩具是存钱罐，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与数字有关的一切活动。稍微长大一点就收藏邮票和钱。7岁的时候，当其他孩子还在读童话故事时，巴菲特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却是赚到1000美元的1000种方法。10岁那年，霍华德带巴菲特去了纽约。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的巴菲特没有吵着闹着去游乐场或者是动物园，而是要求父亲带他去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这成了巴菲特的投资启蒙之旅。11岁时，巴菲特说服姐姐 Doris 拿出他的零用钱，两人合资以38.25美元的价格买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只股票 Citi Service， 而且第一次出手就是梭哈，他把他们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结果这只股票一路跌到27美元，巴菲特被姐姐骂了臭头。还好不久之后，这只股票就止跌回收，涨回了40美元，巴菲特便立刻以小赚出场。可谁知道这只股票后来一路涨到了202美元，巴菲特后悔不已。从这次小试牛刀中，巴菲特收获了几条宝贵的经验：一是买股票买入的成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成长的空间；二是短期的蝇头小利不重要，重要的是长期收益；三是投资的时候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要受外界噪音的影响。中学期间，巴菲特对赚钱的兴趣比对学习还大。他当过球童，送过报纸，推销过杂志。15岁的时候，竟然还大手笔花1200美元买下了一个40英亩的农场，当上了小地主。这个农场5年后以翻倍的价格卖出。16岁时，跟同学合买了几台弹珠游戏机，放到了威斯康星大道上的理发店里。收入和理发店老板五五分成，结果巴菲特每周都能拿到50美元，相当于当上了小老板。高中毕业之后，巴菲特本来是想跳过大学直接从商的，但是被他的父亲给否决了。1974年，17岁的巴菲特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学习，后来转到了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并在19岁时取得了商业管理学士学位。当时巴菲特已经拥有9800美元的存款了，朋友们，那可是40、50年代的9800美元了。有说法称这相当于现在的50万美元。不过真正让巴菲特走上成神之路的，还是他的硕士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1950年，巴菲特得知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商学院任教，于是果断申请了这所学校，并且顺利拿到了 offer。在上大学的时候，巴菲特曾经读过格雷厄姆写的《聪明的投资者》一书，并将其奉为圭臬。聪明的投资者讲的其实就是价值投资，这也成了巴菲特日后投资理念的根基。本杰明·格雷厄姆1894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婴儿时期跟随父母移居纽约。1914年，格雷厄姆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此后在华尔街成了一名证券分析师。1923年年初，他自立门户，成立了格兰赫私人基金，相当于现在的私募基金。1928年起，格雷厄姆开始著书立说，并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证券分析课程。除了聪明的投资者，格雷厄姆的另一本著作《证券分析》也被投资者们奉为圣经。可以说是格雷厄姆凭一己之力，让炒股从一件原本只是凭感觉碰运气、靠内部消息的赌博游戏，变成了具有逻辑支撑、可以计算的科学。是他创造了证券分析行业。巴菲特在哥大攻读硕士期间，格雷厄姆是他的导师。当时格雷厄姆有20多个学生，大多数学生都比巴菲特年长许多。在巴菲特传中，当年巴菲特的一个同学回忆说，巴菲特可能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了，但无疑是最早熟的一个。他似乎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他总是充满热情，总是比其他人都要有更多的话要说。由于早已熟读导师的著作，巴菲特能和导师有更深入的交流。在课堂上，当其他同学还听得一脸懵逼的时候，只有巴菲特在和格雷厄姆激烈的讨论着，整个课堂俨然成了二人转。硕士毕业之后，巴菲特先进入了自己父亲的股票经纪公司去磨练，担任股票推销员。但是科班出身的巴菲特注定不可能长期屈居于这份工作，这就好比让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高材生去做保险推销一样。在经历了2年的磨砺之后，巴菲特终于有机会进入导师格雷厄姆的公司，从事正经的投资工作了。今年其实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巴菲特正式开启了他的股神之路。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念被巴菲特发挥的是淋漓尽致。格雷厄姆对价值投资的定义是这样的：股票价格围绕内在价值上下波动，长期来看有向内在价值回归的趋势。当股票价格低于内在价值时，就出现了投资机会。股票价格和内在价值之间的差距被称为安全边际。在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框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市场先生。格雷厄姆把股票市场拟人化，把市场价格的涨跌比作这位市场先生情绪化的表现。市场先生的情绪很不稳定，且具有周期性和传染性，有时候他会非常乐观，报出很高的价格，有时候却相当沮丧，只看得到眼前的困难，因此报出很低的价格。总之，内在价值、安全边际和市场先生3个词就是格雷厄姆版本的价值投资的本质。那么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企业的内在价值有没有被低估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花50块钱买了一个二手电脑，你把这个电脑拆了之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可以卖到70块钱，那你就赚到了，对吧？再比如说一家啤酒厂的估值可能是100万元，但你发现把仓库里的啤酒都拿出来去卖，至少值150万，那这也是有利可图的。当然了，现实中你不可能把人家厂子都拆了。巴菲特是通过大量阅读该公司的财报和相关资料，并结合实地调研来判断其内在价值的。他用烟蒂股来形容市场上被低估的股票，这种投资方式被他形象地称为捡烟头，意思就是在市场上去寻找那些被丢在地上没人要的烟头，如果还有足够吸上一口的价值，那他就会用最低的价格给买入，榨出剩余价值之后套利。当然了，烟头是越大越好的，因为有利可图的价值就会更大。就靠着捡烟头，巴菲特2年内就攒下了17万美元。要知道，当时巴菲特1年的花费也才1.2万美元。1956年，格雷厄姆退休关闭公司，羽翼渐丰的巴菲特回到了家乡奥马哈，拉人入伙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巴菲特联合有限公司，开启了自主投资之路。靠着格雷厄姆的真传，1962年巴菲特的身价就达到了100万美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捡烟头的投资方法就有点玩不转了，因为格雷厄姆活跃的时期正好是大萧条及其后的经济恢复期，当时的股票几乎都是白菜价，很多公司的估值都是低于实际价值的。但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股市回暖之后，市场上就很难再有物美价廉的烟头股了。1962年，巴菲特按照捡烟头的思维，低价购入了一家大型纺织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权，结果正好赶上了美国纺织行业一天不如一天，差点让巴菲特赔得连裤衩都不剩了。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没错，这就是如今巴菲特的多元控股公司。先来说说巴菲特与他投资生涯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查理芒格的相遇。巴菲特在他的合伙投资事业起步之初，为了扩大资金规模，不得不四处去拉投资。他不喜欢说服别人去买股票，而是希望投资者能把资金直接交给他来打理和增值。他擅长的是分析，而不是忽悠。1957年的一天，巴菲特去拜访镇上一个著名的泌尿科医生艾德温·戴维斯，想拉1万美元的投资进来。结果当晚巴菲特是说的滔滔不绝，戴维斯却听得心不在焉。末了，戴维斯只是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我得跟太太商量一下。”懂得察言观色的巴菲特以为这就是一种委婉的托辞，刚想起身离开，没想到戴维斯和妻子小声嘀咕了几句之后，竟然说要投10万美元。巴菲特一脸不解的表情，戴维斯却说：“因为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查理芒格，你们实在是太像了。”这是巴菲特第一次听到芒格这个名字，他很想知道这个能让人如此信任又和他有点相似的人究竟是谁。而巴菲特真正见到芒格是2年之后的事了。1959年，芒格的父亲去世，他回老家奥马哈奔丧，在戴维斯医生儿子的介绍下认识了巴菲特。查理芒格1924年出生，比巴菲特大6岁，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旁人对两人的对话是一点都插不上嘴。第二天，两人又在一个共同好友家碰面，依旧有说不完的话。巴菲特对自己的智商和投资能力特别的自负，从来都瞧不上任何人，但唯独觉得芒格比他还聪明。
多年后，巴菲特曾经这样说：“因为查理，我变得更好了。这个人他用思想的力量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猩猩进化到了人类，否则我会比现在贫穷很多。”在芒格的启发之下，巴菲特对导师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 1.0 版本进行了创新。芒格告诉巴菲特，不应该总是去找价格便宜的普通公司，而是应该以合适的价格买入优秀的公司。巴菲特认为芒格在投资方面很有天赋。1962年，芒格与他人合伙成立了证券公司惠勒芒格公司，但是在随后的73、74年的美国股灾中，芒格的公司亏损严重，所幸芒格顶住了压力，坚持持股不动，终于在1975年迎来了盈利反弹。在经历了这趟财富过山车之后，芒格意识到没有必要再单打独斗了。1975年，他清算了自己的合伙公司，将资金投入到了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当中，正式与巴菲特展开合作。自1978年起，芒格就一直担任伯克希尔的副董事长。从1959年初到2023年11月28日，芒格去世，64年间，巴菲特和芒格是最亲密无间的挚友和合伙人。自从有了芒格以后，巴菲特说话的时候口头禅都变成了我和芒格，媒体也常常用那一对来形容他们。合作搭档长达半个多世纪，巴菲特和芒格从来没有过一次争吵。每当两人出现意见分歧时，芒格往往会用这句话来结束交谈：巴菲特，你再好好想想就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你是聪明的，我是正确的。巴菲特多次在公开场合将芒格称为伯克希尔的总设计师，而将自己称为总承包商。他说他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负责落实芒格的想法。巴菲特说，天上掉下的查理芒格打破了我的捡烟头投资旧习惯，指明了新方向，设计了新路线，建立了一家大而优的好企业，既有超级规模，又有令人满意的高盈利。日上从1957年到1968年，巴菲特的合伙基金没有一年是亏损的，每一年都是大双位数的收益率。1962年初，巴菲特将持有的合伙基金整合到一起，成立了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也是在这一年，巴菲特做出了在当时看来他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投资。1962年12月，巴菲特以每股7.5美元的价格买入了位于美国大陆东北角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品制造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的2000股股票。这家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但在二战之后，由于受到廉价进口纺织品的冲击而濒临破产，已经连续亏损多年了。巴菲特之所以会买这只股票，一是因为会计核算出的其股价应该为每股19.46美元，但当时的交易价却只有7点几美元；二是因为该公司会定期回购股票。巴菲特认为可以大量买进这些折价的股票，并在伯克希尔回购时以更高的价格抛售回给公司。1963年至1964年间，巴菲特又陆续入手了不少伯克希尔的股票。到了1964年，伯克希尔当时的经营人希伯里斯坦顿来询问巴菲特多少钱愿意让公司回购他手上的股票。巴菲特的回答是11.5美元。当时双方达成了口头协定，但64年5月6日，巴菲特收到斯坦顿的回购信时，里面写的价格居然是11.375美元，比约定价少了0.125美元。虽然以这个价格出售，巴菲特也是有利可图的，但他对斯坦顿出尔反尔感到非常的愤怒，非但没有让他回购，反而还又加码大量购入了不少伯克希尔的股票。到了1965年4月，巴菲特已经是伯克希尔最大的股东了，他果断地换掉了管理层，其中当然也包括欺骗他的希伯里斯坦顿。但多年后，巴菲特回忆说，这种耍小孩子脾气式的行为是非常愚蠢的。投资是不能有情绪的，人对股票有感情，但是股票却不会对人有感情。1965年之后，伯克希尔的纺织业务依旧持续恶化。就在巴菲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块烫手山芋的时候，奥马哈的2家头牌保险公司引起了巴菲特的注意。1967年3月，巴菲特所控制的伯克希尔出资860万美元，购买了国民赔偿公司和火灾及海运保险公司的全部流通股。70年代，巴菲特又购买了3家保险公司，并另外组建了5家保险公司。伯克希尔开始逐渐关闭他的纺织业务，并且向保险和投资方向转型。这些保险业务为伯克希尔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因为保险公司一般都是先从客户那里收取保费的，之后出现意外时再进行理赔。在未来赔付之前，这些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资金被称为浮存金。因为有浮存金的存在，巴菲特不需要再从银行去借款，或者是从有高回报要求的合伙人那里募集资金了。源源不断、几乎是零成本的浮存金就可以用于投资。1969年，巴菲特解散了此前建立的合伙人有限公司，把大部分的资产都装进了伯克希尔，开始全心全意地运营着一家公司。1975年，随着芒格的加入，伯克希尔开始了在投资领域的狂飙。在芒格的影响下，属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2.0时代到来了。由他升级后的价值投资理论分为3步：第一步，找到好的公司；第二步，以合适的价格买入；第三步，长期持有。巴菲特将这种投资方式称为滚雪球。他说，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的是发现失血和长长的山坡，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雪球会越滚越大，这就是复利的魔力。1972年1月，伯克希尔旗下的蓝筹印花公司收购了喜诗糖果。这是巴菲特人生中最重要的投资决定之一，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喜诗糖果成就了巴菲特。因为在喜诗糖果身上，巴菲特第一次实践了从捡烟头到滚雪球式投资的转变。喜诗糖果创办于1921年，那年查尔斯喜诗和他的母亲玛丽喜诗在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开了第一家喜诗糖果店。玛丽有50年制作糖果的自创配方，而查尔斯曾经在加拿大管理连锁糖果店。经过2代人的努力，喜诗糖果在加州遍地开花。1949年查尔斯去世，接下来的20年，喜诗由查理的2个儿子经营，分店被开到了邻近的几个州。1971年兄长死后，弟弟想改行做其他生意，于是决定将家族企业出售。喜诗糖果采用上等的原料，经过精细的加工而成，即使在原料不足的二战期间，也从来没有偷工减料，因此在美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声誉，具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巴菲特称喜诗糖果是梦想企业的原型，芒格更是称喜诗糖果为我们购买过的第一家高品质公司。但巴菲特其实收购喜诗糖果时，他的净资产估值是在700到800万美元左右，而喜诗家族的要价却高达3000万美元。虽然巴菲特最终还价值了2500万美元，但如果按照捡烟头的思维，用净资产3到4倍的价格去买入一家公司，那简直是疯了。就在巴菲特犹豫时，芒格劝他说，用合理的价格买入一家好的公司更适合目前这个时代。一家好公司所产生的利润与自由现金流可以被拿去购买更多好的公司，然后再次产生利润与自由现金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喜诗糖果已经在加州甚至整个美国建立起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这是无法准确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的无形资产，也是竞争对手无法在短期内超越的。事实证明，芒格的判断是正确的。喜诗糖果的投资回报率就像是一台永动机，细水长流，但是永不间断。虽然糖果行业增长极其缓慢，每年新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也很少，但这也意味着喜诗这样的大品牌可以形成类似垄断的效应，新品牌是很难和喜诗去竞争的。而且如果不是喜诗糖果带来的美好的投资体验，伯克希尔之后可能就不会大笔购入可口可乐的股份。提到股神巴菲特最喜欢的饮料是什么？相信很多人都能轻松的答出是可口可乐。光是股息分红，巴菲特每年就能从可口可乐获得6到7亿美元的收入，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约就是每天中一次500万彩票的大奖，连续中2年。除了喜诗糖果和可口可乐，伯克希尔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史诗级的成功投资，比如2016年开始重仓买入苹果，当时苹果的股价已经不低了，不少人都嘲笑说股神这把肯定是玩脱了。如今再回头看，苹果2024年最高点的股价几乎是2016年股价的10倍，巴菲特做梦估计都能笑出声来。2023年底，伯克希尔的苹果持股量高达了9.05亿股，此后股神开始大量减持苹果，到2024年底减持了约2/3。在某次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有投资者问巴菲特说，减持苹果是因为苹果的生意发生了什么变化吗？巴菲特的回答是，卖出一些苹果的股票是因为我想增加现金储备。对比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选择，考虑到股市的估值，考虑到世界局势，我认为现在增加现金储备对我们有利。结果就是进入2025年之后，包括苹果在内的各大美国科技股股价遭遇了滑铁卢。还有2008年9月，伯克希尔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认购比亚迪2.25亿 H 股，持股14年之后，于2022年8月开始陆续减持。14年期间，比亚迪港股的股价最高达到了350多港元。如果按此计算的话，巴菲特投资比亚迪的投资回报率最高可达到40多倍。
而伯克希尔这家摇摇欲坠的小纺织厂，在巴菲特手中60年间的股价从7块多美元一路飙升至了80万美元，涨了10万倍啊！朋友们，用点石成金都不足以形容这样的奇迹。更令人震惊的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总部的规模。虽然伯克希尔拥有众多控股子公司，如果算上子公司的员工，全球有37.2万人在为伯克希尔打工，但是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伯克希尔总部常驻工作人员只有26人，总部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只在 Kiewit Plaza 大厦租了半层楼作为办公室。这26人就是靠授好权、管好钱来管理业务庞大的子公司的。相比之下，苹果总部的 Apple Park 占地26万平方米，常驻员工1.2万名，但这两家公司却有着差不多的年营收。不过与事业上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菲特在生活上的不能自理。这话可是我说的，而是巴菲特的第一任妻子苏珊说的。1952年19岁的苏珊嫁给了还没发家的巴菲特，之后他们孕育了3个孩子。苏珊说，巴菲特是一个典型的内向者，在人际交往中自卑不善言辞，生活上也无法自己照顾自己。婚后，苏珊几乎是充当着母亲兼妻子的角色了。结婚25年之后，巴菲特和苏珊的感情出现了问题。苏珊发现巴菲特和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凯瑟琳过从甚密，这让苏珊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这段婚姻。没过多久，苏珊就搬到了距离奥马哈2000多公里外的旧金山，去追求自己的歌唱事业。临走之前，因为担心没人照顾巴菲特的生活，她就把巴菲特托付给了自己的一个闺蜜阿斯特利德。阿斯特利德是苏珊表演爵士乐俱乐部的女招待，这一照顾阿斯特利德就把自己照顾到巴菲特家里去了。而定居旧金山的苏珊不久后也开始和他的网球教练同居，不过她直到2004年去世都没跟巴菲特离婚。不离婚不说，两人的关系依旧非常亲密，几乎每一天都会通电话。巴菲特、苏珊和阿斯特利德对这段3个人的婚姻也是丝毫都不避讳，甚至他们寄给朋友的圣诞贺卡的落款都是3个人的名字。2006年苏珊去世2年之后，阿斯特利德才正式成为了巴菲特的第2任妻子。不得不说，股神就是股神呀，连私生活都这么与众不同。2023年11月，继苏珊之后，99岁的芒格也离开了巴菲特。2024年5月，伯克希尔举行了数十年来第一个没有芒格的股东大会，台上的巴菲特眼神中难掩落寞，他嘴上还是习惯性的说着查理和我，查理曾经说过，查理让我学到了等等。而在场的股东们也深知他们俩的情谊，一位股东在宝贵的问答环节中提问说道：“巴菲特，如果你还能和芒格共度一天的话，你想做什么呢？”在全场的掌声中，巴菲特柔情似水的回答道：“如果有机会再与芒格共度一天，我想跟我们之前所有的日子不会有太大的区别。”2024年11月，感恩节前夕，继遗之年的巴菲特将他持有的1600股伯克希尔 A 类股转换为了240万股 B 类股，捐给了4个家族慈善基金会，相当于捐出了11.4亿美元。捐后，他还持有20多万股的伯克希尔 A 类股。11月25日，巴菲特撰写了一篇篇幅很长的告股东信，谈及了自己身为顶级富豪的财富传承理念。这封信被很多人认为是巴菲特的公开遗嘱。信中，巴菲特说自己99.5%的财富会在过世之后由子女陆续捐出，也就是说，只会将0.5%的钱留给3个孩子。尽管很多人认为巴菲特这么做就是在合理的规避遗产税，捐给家族慈善基金会的钱最终还是会有几个孩子掌控。但是巴菲特在信中也明确表示了，其富有的父母应该留给孩子足够的财富，可以让他们有所作为，但不应该多到让他们无所事事。巴菲特还反复强调了他一直秉持的复利投资理念。他说，复利的真正威力往往体现在生命的最后20年。那么巴菲特的投资之道究竟能否复制呢？在新时代又是否过时了呢？首先，不管是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 1.0 版本，还是巴菲特的价值投资 2.0 版本，对一只股票的选择都取决于对其公司的估值。但是估值真的一点都不简单，现金流、资产负债表、年报，甚至是实地考察，都是一件很浮于表面的东西。以投资喜事糖果为例，最终让巴菲特下定决心去买入的原因，根本就不是喜事糖果的账面价值，而是以口碑、产品竞争力铸就的价值护城河。没有足够的阅历和投资经验，是根本看不出来其中的门道的，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其次，巴菲特所说的长期持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反人性的东西。比如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37年，持有比亚迪14年，持有苹果9年，这些股票中间经历了无数的市场震荡。1998年到2008年被称为可口可乐失落的10年，股价一度蒸发了近40%，比亚迪就更夸张了，股价从2009年10月的78.5一度暴跌至了2011年9月的6块多。当时谁会想到比亚迪如今的股价能涨至400港币啊？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早就下了心脏病发套现走人了。不过我这么说并不代表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对普通人来说就是毫无借鉴意义的。巴菲特常说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这其实正是投资的真谛。在股票市场，越是经历丰富的投资者越能深刻的体会到一句话：投资必须反人性，否则根本不可能成功。股票市场存在严重的狼群效应，从众心态极为普遍，但投资要成功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从本质上说，投资就是一场人性的修炼，往往市场取得一致性意见的时候就是风险最大的时候。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体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能力圈。他说，如果你知道了你能力的边界所在，你将比那些能力圈虽然比你大5倍却不知道边界所在的人要富有得多。你不需要成为一个通晓每一家公司的专家，你只需要能够评估在你能力圈范围内的几家公司就足够了。但同时你也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新的领域，与时俱进。正所谓在能力圈内行动，在舒适圈外学习。就像巴菲特2019年在安迪塞尔沃影响力专访中所说的那样，最好的投资其实就是投资你自己。这可能是巴菲特留给普通人最有用的忠告了。